哇！I've been dreaming on in my head like I've seen it.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Welcome to the new Golf R, fastest and most powerful golf ever made. Got a taste, can't erase bitterness in my face. 这是我有史以来开过最贵的 Volkswagen， 它是有320 PS 400 Nm的 Volkswagen Golf R。这台车子的价钱啊，要马币接近360千，也就是比那个200多匹的 Golf GTI 还要贵了145千。当然，我们说马来西亚的普通 Golf 跟 Golf GTI 都是本地组装的车款，可是这个 Golf R 呢，它就是从德国 CBU 整装进口的。它在highway上面的表现是完全你不用去怀疑它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哪里有 Golf 不好驾的道理？这一代的 Golf R 呢，就已经突破了300匹。我前不久已经驾过 A45S， 哇，400多匹的 Hot Hatch， 然后 BMW 的 M135i 也有300多匹，Mini 的 JCW Clubman 也是306匹，大家都在302匹、306匹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它给到320匹也是算是回应了这一些4轮驱动的小钢炮，就告诉他们说，哎，这个 Hot Hatch 的开山鼻祖 Golf R 终于要认真的来修理一下这些对手们了。我们先从 Comfort Mode 开始。在我攻山之前，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You ready？ 很明显的 ，Comfort Mode 不足以应付这样子的山路，所以我必须再下一层去到 Sport Mode。可以有点力啊，可以进口呢才有。400牛车米的，我原本觉得说啊 ，Golf R 你知道吗？跟就是 Mark 7或者 Mark 7.5 相同的底盘，相同的 engine， 好像就是马力多了一点。Full Motion 啊，就是4轮驱动嘛，有没 ？No， 远远不止于此啊！你过了几个 corner， 你就会觉得它跟 Mini 的 JCW， 还有 Mercedes-Benz 的 A35、A45 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啊！不同，真的是不同。它很怎么讲？它很整齐啊！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形容词？每一个 corner 啊，你觉得过了就是过了，你不可以不佩服 Volkswagen 的工程师呢？他们设计了这套叫 VDM Vehicle Dynamic Management 的系统。它虽然看似只是一个 software， 可是这个强大的 software 啊，它结合了这个 electronic 的 front differential， 结合了它的 Full Motion 4轮驱动系统，你的 steering 的 angle， 让车子的抓地力去达到一个平衡点。它是稳稳的幸福啊！它不见得说像 A45这样出弯的时候可以给你400多匹往前冲，可是它让你非常清楚它下一步要干什么。它真的是很干脆啊！只是可惜是 Malaysia version 的没有给你 Drift Pack 啦。我都觉得我好像才过了3个 corner 我就到古洞甲了，而且我甚至连这个 Golf R 最厉害的 R 模式、Race 模式都还没有呼叫出来。一般上我们讲4轮驱动系统就是能够独立的分配这个扭力，可能是后轮 50%， 前轮 50%， 就只是单纯于前后。可是它多了这个 Performance Torque Vectoring 啊，有点像 Mazda 的那个 GBC 这样子啦，都是 Torque Vectoring。所以它除了前后，它也可以左右的去分配这个扭力。就当你
过弯的时候，你的内侧轮会减少扭力的输出，帮助你可以抓到更好的那个 line， 在你出弯入弯的时候，非常的 predictable。现在下一点毛毛雨了，哇！哇，你看到那个 RPM 去到6-7千转了。太多 power 了，上坡踩。刚才我把这个 Golf R 停下来之后呢，就下雨了，所以现在是下着毛毛雨的。再次印证了，只要我拿蓝色的车子就会下雨。所以这个 Golf R 呢，是我目前开过最贵的 Volkswagen， 它也是最贵的 Golf， 它要价357千，它比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Golf GTI 贵了145千。所以你如果说它360千贵的话呢，它有320匹。我们来看看其他有300多匹的4轮驱动 Hot Hatch 卖多少钱。而 Mercedes-Benz A35 4MATIC 也是卖360多千 ，BMW M135i X-Drive 也是卖360多千。而如果我们不要算 4-wheel drive 还是 front-wheel drive 的话，从英国进口的 Honda Civic Type R 它也是卖320多千左右。所以300多千买300多匹的 Hot Hatch 已经不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那 of course 这个价钱我们说300多千，它比 GTI 贵140多千，它也比这个 Golf R Line 多了一个 Line 贵了差不多1倍。所以你买1辆 Golf R， 你可以买2辆 Golf R Line。So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subscribe Instagram account。Let's move on。2018年的 Golf R 有290 PS 和380 Nm。2022年大马版 Golf R 有320 PS 和400 Nm， 多了30 PS 和20 Nm， 0到100 4.8秒，电子限速250 km/h。如果选配 R Performance Package 的话，可以上升到270 km/h。进化版的 EA888 Evo 4引擎提升了热效能和燃油效益。Golf 用17寸 ，Golf GTI 用18寸 ，Golf R 用19寸。尺寸是235/35R19， 采用 Goodyear 一个 F1 轮胎。然后这个 Adelaide 19寸轮圈呢，如果在英国的话，你需要给4500块马币来选配。再来，这个车子的刹车盘也非常大片，而且它是一个打孔的通风碟。还有蓝色的这个 Golf R 的 Brake Caliper 也是这辆车子最大的一个亮点。Golf R 专属的悬挂比普通版 Golf 低了20 mm。由 MacPherson Front Axle 和 4-link Rear Suspension 组成的悬挂系统，它的 Spring Rate 和 Stabilizer Rate 都提升了 10%。Aluminium Space Frame 让它减轻了3公斤。再来 Volkswagen 也在它的前轴增加了 Negative Camber， 这样子做可以提升过弯的速度，也可以增强横向引导。ESC Sport 模式可以让电子系统更晚的介入，让车子更容易的进入漂移状态。作为灯厂奥迪的兄弟公司 ，Volkswagen 也在灯光那边下了不少功夫。它不只是这个 IQ Light 大灯，它还有一个灯光的饰条 Daytime Running Light。那 Volkswagen Golf R 呢，它的车头更加的干脆利落，更加的简洁，线条等等都是更加的修长，而且这个 R 让你觉得它更加的 wide。但是呢，某种程度上 ，Golf R 跟 Golf R Line 的车头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它下面没有用什么风网，也没有像国外的 Golf GTI 这样子有那种赛车格纹的 Daytime Running Light， 它整个还是比较，它就有一点上班族这样子。如果你要 compare to BMW 的 M135i 或者是 Mercedes 的 A35、A45 那种 Radiator Grille， 它反而是比较斯文、比较低调、比较内敛、比较深藏不露的感觉。可能是看我要讲这辆车子的颜色啊，阳光就照射在这辆车子上面了。它这个 Lapis Blue 铅笔蓝，在英国也是一个 Special Color， 要给马币4300块。Volkswagen Malaysia 也提供 Deep Black 和 Pure White 两个配色。我觉得其实 Pure White 比 Lapis Blue 看起来更加的出色，因为蓝色的元素看起来会更加的明显。
第8代的 Golf 已经不再采用圆形的车尾灯，而是一个非常多棱棱角角的车尾灯。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多过 Mark 7.5 或者在更早期的 Golf， 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聪明，比较现代的感觉。在 Volkswagen logo 下方自然有一个 Golf 最经典的 R，which is 你在 R line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它就告诉你我是一个 Pure R。它的 rear bumper 这边是喷上了黑色的漆，还有4个 exhaust pipe。OK， 它不是像滴灌那种假的那种 fake vents 没有，它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4个 exhaust pipe。Golf R 的行李箱空间有381公升，下面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因为它必须要装一个 subwoofer。Right，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啦。可能我试驾过的车子不够多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台车子的 passenger seat 是有 ISOFIX 的，无论是 R、GTI 还是 R Line 都有这个东西，所以就代表说这边你是可以冒这个baby car seat 的，这边呢你就可以主动的去关掉这个 passenger airbag。坦白讲啊，我自己真的是有在考虑要买这个 Golf 8，可能是 R Line， 可能是 GTI， 所以我现在就利用这个Golf R 来阿嘎一下，如果我买了这辆车子，这个空间够不够我坐，够不够我载孩子、载老婆去买鸡蛋？打雷了哦，应不应该买嘞？Right， 我的身高是178cm， 头部空間剛剛好，腿部空間的話，一個拳頭要翹腳沒有問題。再來這個椅子呢，雖然是一個 bucket seat， 不過後面一樣給你 pocket， 可以給你來放手機，可以給你來放 magazine。還有人看 magazine 咩？應該還有了 ，OK。再來後面有冷氣出風口，可以給你調整溫度，還有2個 USB Type-C 的接口。只是說它的地板中間隆起來的地方非常高，所以沒有辦法啦。我覺得後面坐2個人就好了，坐3個人就有淡薄趕扣了啦。再來它後面這個是有一個 armrest， 可以給你來放2個杯架。然後這個地方呢，你可以打開過後伸手去後面拿東西，所以你不需要說整片椅子挑下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的話，它有這個40，還有這個60，給60-40分離傾倒功能。所以你買一個5門車，你買一個掀背車，可能空間不夠 sedan 大，不過它很多時候都會比 sedan 來的靈活。而且像我剛才前面講的，這邊有 ISOFIX， 這邊有 ISOFIX， 這邊有 ISOFIX， 所以你是可以再放3個 baby car seat， 再3個 baby 的。OK， 還要多一個嘛？我不懂。如果你用 Japanese car 來衡量的話，它就是一個 B to C segment 的尺寸，就夠你買雞蛋，夠你買牛奶，夠你買麵包就可以了。OK， 所以它的小正是它的優點，而不是它的缺點。而且我們講回來，這輛 Golf R 我相信從我剛才講話到現在，你的眼睛應該都一直在注意到，哇，這個藍色的這個邊啊，你看，哇，這樣子下去還有幼幼的藍色邊，而且這個地方 headrest 啊，它不是很誇張的，一點一點淡薄sikit就讓你覺得這個藍色 Lapis Blue 從 brake caliper 到車身外觀到這個 Napale 的，就會給你一種很低調，然後藍色又有那種熊熊火焰的感覺，而且後面還有這個ambient light， 所以晚上之後你可以調整各種不同的顏色，就會讓你有那一種直逼 BMW 直逼 Mercedes-Benz 的那一種貴氣。Ambient Light 氛圍燈有5個預設模式 ：Infinity、Eternity、Desire、Euphoria 和 Vitality。如果這些你都不喜歡，你也可以自己進行搭配。第8代的 Golf 跟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它取消掉了非常多的按钮，用了這種 haptic touch、haptic 觸覺，或者我一般上習慣叫它 touch sensitive， 就是說它沒有實體的 button， 你都是透過你的手指來感應，無論是從音量大小到冷氣的這個輸出等等，還有駕駛模式都不會像以前這樣子有獨立的按鈕，所以它是整片 panel 這樣子讓你去動的，真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來 catch up 的。它不是一個很 straightforward 的東西，你必須要很有耐心的去跟它相處。有時候你在操作的時候，你會不小心按到一些你本來不要按到的按鈕。Yep, that's the problem 啦。當然，我一直很多人會一直很關心的是，因為它是一個360千的 Golf R， 那它比那個 GTI 多了什麼東西呢？Volkswagen Malaysia 呢就為 Golf R 加入了480W 10個 speaker 的 Harman Kardon 音響
包括一个 subwoofer。那 GTI 就只有7个 speaker。480瓦的 Harman Kardon 音响提供4个模式，有 Pure、Chill Out、Live 和 Energy。除此之外，你也可以调整 Balance、Sound Focus 和 Surround。同样是10寸的 Touchscreen。R-Line 和 GTI 用的是 Discover Media，Golf R 用的就是功能更加齐全的 Discover Pro， 里面有 Gesture Control 的功能，同样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Wireless Android Auto。再来呢，这个 Golf R 它用的这个是 Napa 来的，不是以前那种什么 Carbon Napa 叫好听罢了啊，它真的是 Napa 来的来的，还有蓝色的缝线、蓝色的皮革，而且它是一个有 Auto Climate Control 的椅子。就是说呢，它是有发热椅跟冷椅 ，ventilation seat 和 heater seat， 而且它还有 heater steering 发热的方向盘，3个模式给你选择，很烫，没有这么烫，一点点烫 ，right？ 你可以觉得这个东西很 lovely， 不过它就是一个从德国进口的车子，有时候它抽掉这个东西，它反而需要花更多钱。在驾驶模式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 Comfort、Sport、Race Mode 和 Individual。Individual 里面呢，你能够调整 DCC， 因为 GTI 和 R 都有 Dynamic Chassis Control， 这个东西我们在之前的 Passat R-Line、Arteon R-Line 都已经见过了的。再来 Steering 你可以选择 Comfort、Sport 跟 Race， 还有 Drive Mode 有 Comfort、Sport 和 Race。再来最特别的就是 Engine Sound 了，现在是处于 Comfort 的 Engine Sound。OK，Sport。一点点 race 你会很明显的 feel 到这个 speaker 的 bass 增强了。再来是 pure， 真的是很 pure。不过它没有梆梆梆梆这样子啦。可以，所以除此之外呢，这个 R-Line 其实就跟这个 R 其实就跟 R-Line 和 GTI 没有太多的不同，只是在一些用料方面呢，这边有这种饰板，然后它多了 Side Assist 和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这个东西是 R-Line 和 GTI 都没有的。不过我相信你的 R-Line 要加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啦，你知道怎样加的啦，不用我教你。OK，so 你打 Reverse Gear 的话，就会看到它只有 Reverse Camera 而没有360 Camera， 而且这辆车子也没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所以我相信 Volkswagen Malaysia 有挣扎过了，到底要不要加？等下加了400钱会给他骂，不加就 control 在这边。所以打开门做生意，你还是必须要怎么讲加减的啦，因为你就357千一个 spec 罢了。你不像英国这样子，你可以选择要这个 rim 不要这个 rim， 要天窗不要天窗，要 head-up display 不要 head-up display， 不可以，你不可以选择，这是你不可以好像买 Porsche 这样来选择你的Volkswagen 啊。再来这个排挡杆呢，因为它是用了好像那 11啊，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可爱。再来有 Auto Hold 和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Start Stop Button 不是在这边，是放在这边了的。So overall 这个 Golf R-Line 的里面就是这个 Napa Leather 和 Harman Kardon 的音响，还有 R 独有的这个 Graphic， 会让我觉得我在开着一台与众不同，我在开着一辆360多千，我在开着一辆跟 AMG 跟 M 一样的 level 的车子。除此之外，这辆车子就你还是有 plastic 的东西，所以你就 give and take 啦。我现在只是在用 Comfort Mode 就是 Dynamic Chassis 悬挂的软硬处于 Comfort， 它的引擎的个性也处于 Comfort。因为有时候你下山，尤其是在云顶这个路真的不是普通的烂你看，如果你是 Race 或者是 Sport Mode 的话，你看。你一直会有那种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真的是太跳了这个 suspension， 我直接去到 race mode 了。哇 ，OK， 我就趁下山做一个结论。这个 race mode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云顶已经算是这么多山路里面比较 well maintained 的了，就是算是比较好。如果你去 KKB 福隆港这些山路真的是
真的是很跳，跳到我都有一点晕车了。这种路啊 ，so yeah，even 你的 DCC 是去到最 comfort 了，没有办法，你只要有一点点小坑小洞，这个19寸235是吗？对，35这么薄的打压，你会 feel 到那种哇脊椎骨都会痛那一种啊。好就好在这个椅子确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它有 lumbar support， 说在你弹跳的时候，它不至于伤到你的腰 ，but 你整个人还是会 feel 到这样，它太听话了这辆车子，你看，它让你感觉整辆车子最不听话的是你吧？我开着，诶，怎么我的 steering 越来越烧了的？是我手发烫了没？没有啊，没有可能到这样烧的啊。后来我看一下，诶，我几时去启动我的这个 heater steering 了的？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有动过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讨厌 haptic control touch sensitive 的地方了。因为你只是烧个 corner 啊，可能你的这个拇指下面又按到了它的 button， 视觉上它非常的好看，赏心悦目，可是触觉上、实用性上真的是 double 累了。如果讲长途行驶的油耗方面来讲呢，现在我走这110的话，我的 RPM 大概是在2000转，因为它是新的这个 7-speed 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就是 7DSG。Highway cruising 你就会 feel 到这辆车子很弹跳，它不是这么舒服啦，所以你讲舒服还是 Passat 还是 Arteon 会来得舒服一点。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 Golf 8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听话了。那太听话，恰恰也正是它的优点。它是一个双面刃来的。当你把车子 tuning 到这么听话、这么聪明，每一个 corner 都抓到精精准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少了一点东西。我不懂那个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它不够快，或者可能是我不够快。它会让我有这个怀疑。那相比较之下，你驾 A35，你驾 A45，它就会告诉你你很鲁莽，它会导致你鲁莽。可是这辆车子不会，它不会鼓励你鲁莽，它也不会怂恿你跑快快。更多时候，它鼓励你慢慢驾，斯斯文文的驾。当你出 corner， 当你必要的时候，你才去出一点力，用一点技巧去过那个弯。怎么讲？你问我的话呢，这个价钱真的我会再考虑啦。不过你要挑剔它。It's crazy。不然你有冇？这样子的东西基本上是 win 了咯。如果说 Golf GTI 是现代钢炮的开山鼻祖，那 Golf R 就是一个将 GTI 将 Golf 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车型。发展到今天呢，这个300多匹的钢炮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这个 Golf R 300多钱的 Golf R 真的是很大啊！快点 camera 要淋雨了。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And 下雨了，我要去 drift 了，拜拜。3、2、1。